敏洪他为所有人保留了体面，谁为他保留体面？谈公论尽，看天看地。大家好，我是格龙。今天我们聊一聊董宇辉离职事件。7月25号，东方甄选发布公告称，董宇辉已决定不再担任公司雇员及公司一个合并联属实体的高级管理层，选择辞职离开东方甄选，成为东方甄选的全资子公司宇辉同行100%股权持有者。在距离轰动全网的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233天之后，曾经表态不会离开东方甄选的董宇辉正式从东方甄选独立出去。公告一经发出，新东方股价跌了超过6%，东方甄选的股价大跌差不多30%。表面上这就是一个超级网红大 IP 和资本之间的囚徒博弈，大致相当于一个戏班子捧红了一个头牌角儿，翅膀硬了要单飞。一般来说，这种江湖恩怨，你要不是剧情中人，恐怕很难厘清孰是孰非，谁对谁错。但董宇辉离职这个事儿，我之所以想掰扯一下，是因为掀开这个面子，可以轻松的发现这个事儿太多不合常理的地方。它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商业合作上的摩擦与纠葛，而更像那种武侠小说里面那种大侠对江湖心灰意冷，要彻底退隐的单方面的全面放弃和缴械。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事发反常必有妖。东方甄选公告发出之后，俞敏洪本人在个人公众号为3篇公告做了说明。你去细看这篇说明，你就会发现很多不同寻常的地方。第一，董宇辉购买宇辉同行100%股权的7685万元资金，由俞敏洪按照符合上市公司规则与章程安排来支付。这大概率意味着俞敏洪要自掏腰包买下这个100%的股权，然后免费赠送给董宇辉。第二，不太正常的，俞敏洪申请将宇辉同行的全部净利润奖励给董宇辉，这部分奖励资金是多少呢？1.41个亿人民币。第三，宇辉同行的账号、团队、客户等全部资源都送给董宇辉。第四，为了维持宇辉同行公司的正常运转，东方甄选免费向宇辉同行提供自主研发的信息后台系统。以上这些安排不符合常理的地方实在太多。这与其说是一次慷慨大度的友好割席分手，乌林说更像是有人被枪顶着脑袋后被迫签署了一个近乎屈辱的丧权辱国条约。东方甄选是一家上市公司，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所有股东共同的财富，没有人有权利把上市公司旗下子公司的全部利润去赠送给一个离职的员工。这种情况怎么看怎么都像电影里面一个人被绑架之后被迫上缴财物的情节。首先，赠送购买宇辉同行100%股权的7685万块钱资金，这个事儿就匪夷所思。董宇辉与东方甄选虽然是互相成就，但不可否认，董宇辉是在东方甄选这个平台土壤资源加持下面培育出来的。这就如同巴塞罗那俱乐部培养了梅西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再重要，但俱乐部也绝不可能因为梅西的出色表现与贡献而免费放他离开，更不会在他离开的时候还送他一大笔路费。这样做只会导致所有的俱乐部从此再也不愿在球员的培养上面做任何长远投入，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整个行业都会被毁掉。其次，申请宇辉同行的全部净利润奖励给董宇辉，这比赠送7685万块资金购买宇辉同行100%股权更令人目瞪口呆。它已经突破了现代企业股份制度设计的所有要素。要知道，东方甄选是一家上市公司，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所有股东共同的财富，没有人有权利把上市公司旗下子公司的全部利润去赠送给一个离职的员工。这种情况怎么看怎么都像电影里面一个人被绑架之后被迫上缴财物的情节。至于宇辉同行的账号、团队、客户等等这些资源全部送给董宇辉，以及为了维持宇辉同行这个公司正常的运转，东方甄选免费向宇辉同行提供自主研发的信息系统等安排，这已经等同于东方甄选敞开怀抱不设防，予取予求。要知道，宇辉同行独立出去了，就必然会成为东方甄选最强烈的竞争对手之一。免费赠送100%股权，免费赠送运营资金，以及免费提供重要的中后台资产给对方使用，这无异于在战场上面自缚双手，同时还给敌人递上刀子。从常识来理解这更像一种心灰意冷的绝望之后的求死行为。
我并不在意董宇辉在这次事件中是一个什么角色，以及获得了什么。我在意的是以俞敏洪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以及这个群体赖以生存的正常的商业逻辑、商业土壤、商业环境，是不是已经被一些异常因素挤压的失真变形了？以及这种挤压与变形会否给我们一度雄心勃勃的经济抱负与追求蒙上阴影，形成障碍？俞敏洪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个符号性存在。这批企业家身上所具的那些优良品质，比如正直、善良、担当、吃苦耐劳、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在俞敏洪身上都体现了淋漓尽致。也正是因为这批企业家群体的努力前行，才锻造了我们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才有了我们今天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量，才有了我们普罗大众不再为五斗米折腰的小康生活。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如果主动侧身让先，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如果老将军是被裹挟而退，欲战而不可得，这是全社会的悲哀。事实上，俞敏洪的创业史几乎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2003年非典期间，新东方停课，学费必须要退，这时新东方面临2000万的巨额资金缺口，俞敏洪四处奔走筹措，最后退还学费，度过危机。2021年双减政策之后，因为部分校区退租，俞敏洪捐出了价值高达1亿元的8万套桌椅。除了捐献桌椅，还无条件退还学生家长缴费，并且结清员工的工资，不拖欠1分钱。之后，在教培行业关停、公司陷入至暗时刻，俞敏洪和他的团队在危机之中没有躺平，而是成立东方甄选，跨界进入了直播带货这个和教培完全没有多少关系的新风口。他从来都像一个从不放弃、打不倒、击不垮的斗士。但这次董宇辉单飞事件，他的表现与其说是一个慷慨大度、宽容的伯乐，毋宁说更像一个心灰意冷、卸甲归田、任人予取予求的垂暮将军。自古将军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没有任何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会因为老而退。将军退，多半只是因为这个战场已经不是他认可的打法和规则。饶是如此，他依然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面都宁可自己受伤，也努力保留几乎所有人的体面和尊严。某种意义上面，俞敏洪是董宇辉的伯乐。2023年年底，东方甄选发生了小作文风波之后，俞敏洪把董宇辉请回东方甄选，在镜头前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期间不断给董宇辉添茶倒水，小心翼翼。这一次，一个前员工单飞，俞敏洪扶上马，还送最后一程，算得上是仁至义尽。记得曾经有网友提问，董宇辉欲夺财8女，俞敏洪将如何护家？董宇辉笑嘻嘻地对俞敏洪说，网友说，那你先把财产给宇辉，然后把女儿给宇辉，哈哈哈哈。俞敏洪的回答是，然后我被扫地出门了，从此流落街头。说完，两个人笑不成言。而即使如此，傲慢的舆论依然从没有放弃过那种肆意的随性的裹挟。自宇辉同行成立以来，东方甄选的粉丝和董宇辉的粉丝几乎形成了两种势不两立的局面。4月份，因为一场荷兰文旅直播事件，宇辉同行的粉丝质疑俞敏洪要抢董宇辉的风头，最后以俞敏洪的道歉收场。公众平台的评论区被骂到关闭，俞敏洪自身的形象也被网暴，就连俞敏洪自己也说到虐待员工、铁公鸡的这种评论，这些言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他好像成了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凶恶的资本家和最凶恶的老板。这些都不应该是这位历经大风大浪，为社会创造持续的财富、就业、税收，一直保有胸襟、温度和情怀的企业家应该得到的攻击和重伤。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如果主动侧身让先，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如果老将军是被裹挟而退，欲战而不可得，这是全社会的悲哀。俞敏洪的落寞与无奈，其实也是这个时代的落寞与无奈。俞敏洪输了，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时代也输了？在网上看到过一句话，这个时代配不上俞敏洪。我是葛龙，关注我，做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但是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